要想判断一款武器够不够优秀，老兵认为从它的服役时间就能看出一二。毕竟谁也不想拿着落后的武器去和别人硬刚。今天老兵就和大家聊聊美国10款从上世纪服役至今的武器。话不多说，咱们直接进入正题。Top 10 A10油猪攻击机。这款战机是美国费尔柴德公司生产的一种单座双发动机攻击机，负责提供对地面部队的密接支援任务。此外，也有一部分负责提供前进空中管制，导引其他攻击机对地面目标进行攻击。而自从 A10油猪1977年服役以来，截止至2020年，包括其衍生型号，一共生产了715架。虽然中间美军数次提出退役该款战机，但都因为各种原因而迟迟未下决定。近些年，美军更是对 A10油猪进行了数次改进，最近的一次是在2019年，主要是对其机翼进行翻新改造，以此确保未来的役期仍可携带各型武装。根据判断， A10预计将服役至2028年或者更久。Top 9 AH-1眼镜蛇直升机。此型直升机是由美国的贝尔直升机公司所研制，作为美国一型专门研制的反坦克武装直升机，也是当时世界上第一种反坦克直升机。AH-1直升机的主要任务是在白天、夜间以及恶劣气候条件下提供近距离火力支援和协调火力支援。此外，还可执行为突击运输机护航、反装甲作战、侦察等任务。于1965年9月7日首飞，1967年8月服役，但由于其飞行与作战性能好、火力强，被许多国家广泛使用，经久不衰，并几经改型，直到21世纪还在生产。现如今的主要型号为 AH-1JT 海上眼镜蛇和 AH-1W 超级眼镜蛇。Top 8 CH-47支奴干运输直升机。这款直升机是由美国波音公司所研发。在作用方面， CH-47运输直升机不仅用于运兵、运送物资，还用于救援受到战损而不能飞返基地的轻型直升机。同样的调运能力也可以用于运送车辆、火炮，使越战时代开始的空中机动概念从轻装步兵扩展到炮兵和摩托化步兵，极大地提高了空中机动部队的战斗力和机动性。由于 CH-47宽大的机身和很大的装载能力，一些 CH-47被改装为空中火力平台，安装多挺机枪，尤其是超高射速的加特林机枪，杀伤或者压制暴露的有生力量。自从1962年服役以来， CH-47已经外销至全国16个国家，各型号数量已经超过了1180架。Top 7 UH-1修伊直升机。此型直升机也是由贝尔直升机所研发，属于一型军用中型通用直升机。自从1959年服役以来， UH-1直升机几乎参加过第2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历次局部战争，是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西方国家最常用的多用途军用直升机。当时 UH-1直升机在越南战争时期第一次向人们证明了直升机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也是直升机第一次大规模走向战场。也正是在越南战场上，美国陆军装备的 UH-1直升机展示了其优秀的性能，并因此一战成名，打开了世界市场，几乎成了世界通用直升机的代名词。截止至1976年停产，产量超过16000架，其中约7000架曾服役于越战中。Top 6 C-130大力神运输机。该款飞机是由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所研发生产，属于一款中型战术运输机，最早于1959年5月在美军中服役。截止至目前， C-130是世界上设计最成功、使用时间最长、服役国家最多的运输机之一。从1954年8月23日首飞，至今已服役60余年，有70余个国家或地区使用，总生产数量逾2300架。各种任务改型近40种，能够在前线简易机场跑道上起降，向战场运送或空投军事人员和装备。返航时可用于撤退伤员，改进后用于执行各种任务，例如电子监控、空中指挥、控制和通讯等等，覆盖范围可以说相当广泛。Top 5 M14自动步枪。该款枪械是 M1 半自动步枪的设计师加兰德在2战后以 M1 为基础而开发出的，最早服役于1957年。很快又于1968年被撤装掉。而 M14撤装源自越南战争，因为太长太重，在又热又潮的气候中使用很困难，再加上 7.62 毫米乘51毫米大威力弹过重，美国军方在 M14暴露出这些问题时，就开始寻找新的替代品。而 M14被取代，并不能说明它的性能差，
只是从现代战争的大环境而言 ，M14 确实是一种过时的武器。不过 ，M14 依靠自身精度高和射程远的优势，却在狙击战场上找到了自己的第二春。美军后来以 M14 改装成半自动狙击步枪，在战斗中表现良好。Top 4 KC-135空中加油机，该机是一款由波音替美国空军开发制造的空中加油机，以波音367-80作为开发基础，最早于1957年开始服役。在性能方面，可在机翼和机身的地板槽中容纳总计88.452吨的飞行燃料，可以给各种性能不同的飞机加油。在加油时，排除了让受油者降低高度及速度的麻烦，既提高了加油安全性，也提高了受油机的任务效率。采用伸缩套管式空中加油系统，加油作业的调节距离5.8米，可以在上下54度、横向30度的空间范围内活动。更让人惊奇的是，它可以同时给几架战斗机加油。虽然美军早于2020年起就开始逐步退役 KC-135，但现在仍有不少还在服役。Top 3 U2 侦察机，该款飞机外号蛟龙夫人，是美国空军一种单座单发动机的高空侦察机，于1956年开始装备美空军。惊人的是，该机曾征战全球，侦察过苏联、古巴、朝鲜、中国、越南等国家。另外，在2005年12月23日，由美国国防部核准的预算文件中曾要求 U2 最晚于2011年全部退役，并于2007年年初将部分 U2 退役。U2 的使命将会由诺斯罗普·戈鲁曼公司制造的全球鹰无人机和侦察卫星取代，但由于全球鹰还未能全部完善， U2 退役计划被再度推迟。直至现今，虽然已经服役了66年，但 U2 仍然活跃于前线。Top 2 B-52 同温层堡垒战略轰炸机，该型战机是由美国波音飞机公司所研制，于1948年提出设计方案，1952年第一架原型机首飞，1955年批生产型开始交付使用，当时主要用于替换 B-36轰炸机执行战略轰炸任务，先后发展了 B-52A、B、C、D、E、F、G、H 等8种型别。截止至1962年停止生产，总共生产了744架。如今现役的 B-52 仍有76架，依然是美国空军战略轰炸主力。而就在前不久，美国空军确定要为 B-52H 换装发动机，打算让 B-52 一路服役至2050年，到时候 B-52 的服役年限将接近100年。至于美军为什么要让 B-52 继续服役，其中一个原因便是 B-52 是美国战略轰炸机当中唯一一个可以发射巡航导弹的轰炸机。Top 1 M2 勃朗宁重机枪，该款机枪俗称50.50机枪，是由约翰·摩西·勃朗宁设计的大口径重机枪，发射12.7乘99毫米大口径弹药，最早于1921年进入美国服役，常见用于步兵架设的火力阵地及军用车辆，如坦克、装甲运兵车等。主要用途是攻击轻装甲目标、集结有生目标和低空防空。自从开始服役以来，经历了二战、朝鲜战争、越战、海湾战争、2001年阿富汗战争及伊拉克战争等无数场战争与武装冲突，可以说是极为成功的重机枪设计，亦是美军轻武器中服役时间最长的一种。直到21世纪，在各国军队中皆有很好的评价，至今仍然是大量国家的制式重机枪。那么大家认为哪款武器的设计最成功呢？欢迎在评论区内留言讨论，如有纰漏，欢迎大家指出。如果大家有什么想看的系列，也可以发在评论区内，老兵会尽快将其安排上日程。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想了解更多，记得点个关注，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